先给你一个今晚可能会让你有点睡不着的说法。你正在经历的这个时间和宇宙里真正的时间，很可能压根儿就不是同一样东西。不只是这样，连时间到底存不存在这件事，今天最顶尖的那批物理学家还在吵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先别急着划走，咱们从一件你天天都在经历却几乎从没深想过的小事说起。你有没有过这么一个瞬间，听到一首你以为前几年才火的歌，顺手一查，发行整整15年了；或者看见朋友家的孩子，你脑子里还是那个被抱在怀里皱巴巴的小婴儿，结果一抬头，人家个头都快赶上你了，你愣在那儿，心里冒出一句：时间都去哪儿了？小时候可不是这样，小时候一个暑假长得像一整个世纪，放假第一天，你觉得离开学远得望不到边。现在呢，一年像被谁按了快进键，还没看清就没了。你觉得元旦好像上个月的事，一看日历又快过年了。这不是错觉，是你的大脑用一种你从来没察觉到的方式在悄悄地吞掉你的时间。而当你真的顺着这个问题往下追，会发现越追越不对劲。第一步，你会发现你感觉到的时间根本不准。再往下，你会发现连你记住的过去也是假的。再往下，你会发现物理学家手里那个最客观的时间也会拉伸，会变形，会被压扁。而追到最后最深的那一层，你会撞见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可能：时间也许根本就不是这个宇宙里真实存在的东西。网上流传最广的那些解释，你大概也刷到过。有人翻出玛雅那套历法，说某一年地球进了新纪元，时间维度变了。有人搬出什么地球频率、宇宙共振升高了，影响了人类的意识。这些说法听着玄乎，转发量也高，但说白了，一条科学依据都拿不出来。真正的原因比这些玄学复杂得多，也怪得多。它不在天上，就藏在你这颗脑袋里，藏在他每天处理时间的方式里。你先想想你现在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周一早上闹钟一响，你还没睡醒呢，眨个眼怎么就周五了？周末刚喘口气，下一个周一又杵在你面前，一个月就这么没了，半年又没了。等你缓过神，商场里已经在放过年的歌，满屏都是年终总结。你划着划着突然一激灵，这一年我好像什么都没干成啊，可它就是没了，没得悄无声息，你连伸手抓一把的机会都没有。这真不是你一个人的毛病，也不是因为你太忙，或者你日子过得太平淡。真正的原因埋在更深的地方。有一套机制你从生下来就带着，却从来没注意过它，它一直在你背后悄悄地替你决定这段日子你会觉得它有多长。那你的大脑到底对时间做了什么手脚？咱们从离你最近的那层时间说起，就是你自己感觉到的，每天在体验的那个时间，专业点叫它主观时间。很多人以为时间流得快慢是心情决定的，开心就快，无聊就慢，不就这么回事吗？你以为时间感是情绪的小尾巴，情绪甩到哪儿它跟到哪儿？不，神经科学会告诉你，这个理解太浅了。真正的开关比情绪深得多。你得先接受一件事，你的大脑根本不是一台摄像机，这是理解后面一切的起点。它不会老老实实把你经历的每一分钟都录下来，也不会像硬盘那样把内容原封不动地存进去。它记时间的方式其实是记信息量，说的再准一点，是记新鲜感的密度。换句话说，这段日子里你的大脑撞上了多少它从没处理过的新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段日子有多长。新东西越多，时间越长；新东西越少，时间越短。就这么简单。学术上管这个叫信息密度假说，是解释主观时间里最站得住脚的一套框架之一。不信你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出远门，去了个你从没去过的地方，那几天是不是长得离谱？第一天早上那顿早饭，你现在都能想起来吃的啥，
坐在窗边哪个位置，外头是什么天，下午你拐进的那条陌生小巷，晚上一头扎进的那家小馆子，老板一开口的那个口音，墙上挂的那几张旧照片，细节多得你自己都惊讶。事后一回味，好像发生了好多事，明明就待了5天，记忆里却像在那儿住了1个月。可你回到家之后的同样5天呢，眨个眼就过去了。你使劲想，愣是想不起来发生过啥。早饭没印象，通勤路上一片模糊。这几天彼此之间根本分不出来，糊成了灰蒙蒙的一坨，一转身就沉进了忘光的深处。关键就在这儿，出门在外，每一个画面都是新的。你的大脑忙得不行，得一个一个去处理这些没见过的信息。每处理完一个，它就在你的时间线上摁下一个存档点。你玩过游戏吧？存档点就是那个能让你回头找到，能让你重新读取的记号。存档点越多，这段时间在你记忆里就越占地方。回头一看，就觉得又满又长。可你一回到家，路线天天一样，饭菜换汤不换药，工作流程闭着眼都能走。大脑一看，这些我全处理过，跳过。他连记都懒得记，存档点几乎一个都没摁下。这几天在记忆里没留下半点痕迹，就跟压根没发生过一样。所以你听清楚了，时间变慢不是因为你开心，时间变快也不是因为你忙，是你的大脑在那段日子里到底撞上了多少他没见过的东西。这是一场关于新鲜的游戏，不是关于情绪的游戏。你以为忙起来日子就充实了，不一定。要是你忙的全是熟的不能再熟的事，时间照样从你指缝里溜光。在时间感这件事上，瞎忙和闲着没啥本质区别，都不给你留下东西。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这10几年大家一起觉得时间变快了？你想想，那前后发生了什么？智能手机和各种社交软件一下子铺满了所有人的生活，你每天几个小时全喂给了手机，而手机里刷的那些内容模式高度雷同。你的大脑很快就学精了，这类东西见过跳过，不用认真记。你花掉了几个钟头，大脑摁下的存档点几乎是0，那几个小时在记忆里干干净净地蒸发了。所以这些年时间集体变快真不是什么玄学，说白了是手机把你的存档点给偷走了。这里还有件事值得单拎出来说，早在1970年，美国那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写了本书叫《未来的冲击》，书里有个词今天满世界都在用，叫信息过载，是他让这个词家喻户晓的。他还造了个说法叫未来的冲击，意思是当变化的速度超过了人能适应的那条线，人就会陷进一种发懵、焦虑，总觉得跟不上的状态。你记住，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970年，那时候没互联网，没手机，更没有社交媒体。可他已经预言到，技术加速会成为搅乱人类时间感最大的那个东西。他说对了。到了2011年，科学杂志发表过一项研究，专门追踪人到底消费了多少信息。结论是，到2007年，一个普通人一天接收的信息量大概相当于174份报纸摞在一起，而往前推到18世纪，一个人辛辛苦苦活1整年，接收的信息也就差不多是今天一天的量，不是1年比1年，是1整年才顶今天一天。200-300年里，信息密度炸了。可你脑子这台机器基本还是几百年前那个老型号，没跟着升级。而这场爆炸砸得最集中的是1980年前后出生的那批人，他们小时候没有互联网，少年时揣着传呼机，青年时换上大哥大，然后是功能机，然后是智能机，现在又轮到人工智能。这哪是换了几件工具啊？这是一代人在短短40年里亲手活过了人类技术史上最密最赶的一段。每换一代都得从零建起一整套新的认知，重新学一套新玩法，刚学会旧的又被更新的一脚踢开，再学再被踢开。
时间就在这种玩命式的学、淘汰、再学里，神不知鬼不觉的全漏光了。搞懂了信息密度，年纪越大，时间越快这件事，就一点都不神秘了。你看，一个5岁的娃，他的世界里几乎什么都是第一次。第一次骑车，第一次看见下雪，第一次听懂一首歌，第一次搞明白加减法，连第一次盯着一条毛毛虫都能兴奋一下午，全是第一次，大脑压根儿没法说见过、跳过，每一件都得老老实实消化。存档点就这么一个一个地扎进去，他的时间线上密密麻麻，所以他觉得时间慢得要命，1年久得像一辈子，一个暑假永远都过不完。他就是在这种感觉里长大的，时间多的是，用不完，根本不用省。可一个40岁的人呢，他见过的东西太多了，不管住哪个城，每天的路线都差不多，打开电脑那套流程也差不多。超市货架几十年没啥新花样，路上迎面走来的陌生人他都懒得多看一眼，大脑早把人归好累了，不用细处理，跳过。他几乎不再记录日常的细节了。时间线上的存档点越来越稀，1年过完，回头一看好像啥都没发生，那一年在记忆里薄得像张纸。还有个原因让这效果更狠，那就是占比。19世纪法国哲学家保罗·让内提出过一个后来被叫做让内定律的说法。他说，我们判断一段时间长短，靠的是拿它去比什么？比你已经活过的全部时间。一个5岁孩子的1年占了他整个人生的1/5，这比例大得吓人。当然觉得漫长，可一个40岁的人的1年只占他人生的1/40，在他记忆那个大仓库里，这1年轻飘飘的，你几乎察觉不到。打个比方吧，同样一勺盐撒进一小碗汤，咸得你直皱眉，可要是撒进一大锅汤里，你尝半天几乎没味儿。时间就是这么回事，你活得越久，每一年在你整个人生里的分量就越小，感觉也就越短。让内定律还能替你算出一个不太好受的结论。假设你今年30岁，你后半辈子感觉上的时间，光头5年就差不多占了一半，再往后那几十年会越来越快，越来越薄，一直薄到最后。这不是因为你要老了，要走了，而是因为你的大脑对这个世界越来越熟，越来越难被新东西打动，越来越倾向于跳过，而不是记下。这道理听着有点丧，但它其实顺手也把解药递给你了。解药不难，让你的大脑重新不停地去撞新东西，把存档点的密度提上来，感觉里的人生就被重新拉长了。这个具体怎么做，咱们留到最后再细聊。但新鲜感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半，在它底下还压着一套更狠的化学机制，悄悄改写你每天对时间的感觉。这东西的名字你天天听见，多巴胺。多巴胺这3个字你肯定不陌生，很多人以为它就是快乐，是让你开心的化学物质。这理解不能算全错，但差得远。多巴胺更准的活儿是期待和探索，它是大脑用来逼你去关注新东西的核心工具。每当你撞上一个新刺激，大脑就哗地分泌一波多巴胺，像在你耳边喊，这个有意思，多记点，接着挖，同时让你精神一振，特别想搞清楚更多。所以多巴胺不是在奖励你已经爽到了，它是在撺掇你快去追下一个新的。那多巴胺跟时间感是啥关系？神经科学家摸出一条挺清楚的规律，多巴胺越高，你觉得时间过得越快；多巴胺越低，你觉得时间过得越慢。这里又要反直觉了，你以为多巴胺一高，时间不就该变慢，变得更值得回味吗？不，实验结果偏偏反过来，多巴胺高涨的当下，时间是嗖的飞走，而不是慢下来。为啥会这样？因为新鲜感管的是你事后回忆时的记忆时间，而多巴胺的即时效果管的是你正在经历时的当下时间。当你多巴胺飙起来，处理信息快得不行，你根本来不及品每一个瞬间，当下的时间就这么刷的溜没了。
可等你事后回忆，因为当时摁下了一大堆存档点，那段日子又显得特别长。最典型的就是刚谈恋爱那阵子，当时老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怎么约会一下就结束了。可事后你回想那段日子，却长得不可思议。两种感觉同时都是真的，因为它俩根本不在时间感的同一个维度上。你再想想，你上一次熬夜打游戏，或者刷手机刷上头，你觉得就玩一会儿，一抬头，好几个钟头早没了。那是多巴胺在给你调快当下这条河。麻烦的是，人一上年纪，多巴胺这套系统会慢慢退化，神经元变少了，分泌效率降了，反应门槛还越来越高，得来更猛的刺激才能勾出同样多的多巴胺。大脑不那么兴奋了，心想类似的见过，没必要深挖，分泌的多巴胺少了，顺带摁下的存档点也少了，时间就在一片平静里悄悄溜走。所以时间加速不光是心理上的事，也是生理上的事，是你大脑那套化学系统随着年纪实打实在发生变化。这层关系在几个极端的医学案例里清楚的吓人。先说帕金森病，病人主要是手抖，动作变慢，肌肉发僵，走路一步一挪，但病根在于黑质里专门造多巴胺的神经元，大批的死掉。等症状明显的时候，病人脑子里能用的多巴胺可能只剩正常水平的1-2成。研究者让他们估时间，结果发现他们普遍觉得时间流得极其慢，明明才过了5分钟，他们觉得快过去半小时了。他们脑子里那口主观的钟和外头那口客观的钟严重对不上，多巴胺越少，这种被拉长的感觉越强。对他们来说，时间是黏的、稠的，像陷进了一滩快要凝固的水泥里。你以为时间变慢是好事，帕金森病人会告诉你，不是的，那不是享受的慢，是焦虑的、沉重的、被困住的慢。有病人这么形容，我感觉我就坐在那儿，眼看着生命一点点流过去，我什么都做不了。你听，时间慢到极致，不是礼物，是一种牢笼。反过来，像冰毒这类东西，强行逼着大脑喷出海量多巴胺。吸食的人往往觉得时间在飞速流走，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结果一看表，好几个小时早没了。在多巴胺的暴击下，时间这条河的流速被体内的化学物质调快了。可这两种极端破坏力都极大，多巴胺严重亏空，生活丢了节奏。病人对时间失控的痛苦是真实的，多巴胺被人为暴力拉高，当下飞快，可奖赏系统早被透支。等劲儿过去，他对正常刺激变得极度迟钝，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日常里一切东西都失了味。这正是成瘾的核心机制之一。多巴胺就是你大脑里那口内部时钟的校准旋钮，它一刻不停，悄无声息地在拧着你对时间流速的感觉，而你对这整个过程毫不知情。你以为你在客观地感受时间，其实你感受到的是你的大脑给你端上来的一个经过化学处理的版本。说到大脑对时间的加工，还有件更让人坐不住的事，得跟你聊聊，那就是记忆。你对时间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是靠记忆撑起来的。你说那几年过得真快啊，你说的其实是回想那几年，记忆里空空的，印象特别淡。你说那段日子真长，你说的其实是回想起来存档点密密麻麻，细节多得很。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我们的记忆根本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东西。很多人把记忆想成一段录像，你经历了啥，大脑就录下啥，以后想起来直接倒带回放，内容一帧不差，清清楚楚。这个比喻错得离谱。心理学早就发现了，记忆是一个动态重建的过程。你每次回忆一件事，你不是在放原始录像，你是在拿现在的认知、当下的情绪，再加上最近听到的信息，现场把这段记忆重新拼一遍。更要命的是，
每拼一次都会走样，有细节被悄悄换掉，有空白被随手填上，有情绪被重新上了一层色，而且每次重建完，大脑存回去的不是原版，是这个改过的版本。所以你下一次再想起它，调出来的已经是上回改过的那版，然后你又在这版基础上接着改，再存，再调，来回折腾，每一遍都离原版更远一点。而你对这整个过程毫无察觉，你以为记忆是刻在脑子里，谁也改不了的档案，其实它更像一份手稿，每次你翻它，都被人重新草草地腾一遍。腾的那个人还字迹潦草，时不时自由发挥，把根本没发生的事儿也给你写进去，因为他觉得这样更顺，更合逻辑，更完整。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个重建的过程特别容易被外人一句话带偏。你跟朋友聊起同一件往事，他随口说了几个你压根不记得的细节，你的记忆就悄悄把这些细节收编了，你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反倒越来越确信，对，就是那样。两个人聊同一件事，聊得越多，记忆往往越靠越拢。可这个一致不一定是真相，而是两人的记忆互相传染之后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目击者的证词在司法上越来越不被当回事。心理学研究发现，哪怕是亲眼看见全程的人，他的证词也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是因为警察怎么问，媒体怎么报，或者跟别的目击者怎么聊，他们不是在撒谎，他们是真的记得那样了，只是他们的记忆在一次次回放里被悄悄改写，而他们自己毫不知情，反倒越来越笃定这现象有个专门的名字，叫记忆的可塑性。说白了，你的记忆是能被改写的，改完还天衣无缝，连你自己都被蒙在鼓里，连你自己都会对那段编出来的记忆充满真实的情感和确定感。说到记忆能被改写，心理学里有个特别经典的实验，是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做的，结果一出来，把整个学术界连带司法界都震了一下。实验是这样的，他让一群人看同一段汽车相撞的视频，内容对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看完，他对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意思完全一样，只换了一个词。问一部分人两辆车接触的时候，车速大概多少？问另一部分人两辆车猛烈相撞的时候，车速大概多少？结果特别直观，被问到猛烈相撞的那组，估出来的车速平均比接触那组高出快10公里。看的明明是同一段视频，同一场事故啊！更离谱的还在后头。过了1个礼拜，洛夫特斯又找回这些人，问：你看见视频里那些碎玻璃了吗？被问过猛烈相撞的那组，相当多的人一口咬定看见了，可那段视频里根本一块碎玻璃都没有，就换了一个词，猛烈相撞。这几个字就让人在记忆里看见了一场更惨的车祸，还凭空造出了根本不存在的碎玻璃。这些人不是撒谎，他们是真的记得那些玻璃，对自己的记忆信心十足。可那只是暗示的力量，把他们的记忆给改了。洛夫特斯后来还做了更多实验，里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商场走丢实验。他给受试者念一段编造的童年经历，告诉他们，你小时候在商场里走丢过，后来被一个好心的老爷爷送回了爸妈身边。这事儿完全是假的，连受试者的家人都证实从没发生过。可随着实验往下走，大约有1/4的人开始相信这事真发生过，还慢慢回忆出越来越多的细节。那商场长啥样，人多不多，老爷爷穿的什么颜色的外套，自己当时哭没哭，越说越真，越说越确定。说到最后，彻底认定这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实验结束，研究者告诉他们这是假的，从没发生过。好多人死活不信，有人当场就跟研究者争起来，这就是我的记忆，我怎么可能记错？因为他们的大脑早就把这段假记忆当成真事儿存进去了，跟别的真童年记忆摆在一块儿，配上了情感和细节，上面没贴任何一张。这是假的标签，
洛夫特斯这一系列研究最后甩出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说法：人对童年的记忆可能有接近40%是错的，或者被严重扭曲过的。必须说明，这个40%的数据在学界是有争议的，但方向是明确的。这不是记错了个日期，也不是叫错了个名字，而是整件事的性质、感受、细节，全是大脑事后编出来的故事。你那些珍贵的童年记忆，那些你以为刻骨铭心的早年片段，里头相当大一部分其实是你的大脑为了让记忆显得合理完整，自己给你补出来的。这事儿想起来是有点唏嘘。你一直以为那些记忆是你真正拥有过的东西，是你生命里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可它们里头有一部分也许只是你的大脑替你写的一本回忆录，写得那么真，那么有温度，以至于你从来没怀疑过它压根不是发生过，而是被写出来的。好，既然连记忆都能被这么无声无息地调包，那咱们还有什么是能信的？你八成会想，至少物理世界里的时间总该靠谱吧？它客观精确，不会因为你多巴胺高低就变，也不会因为你大脑懒得记就蒸发。你以为物理时间起码是踏实的，不骗人的，物理学家得给你泼盆冷水也不一定。在物理学的历史上，时间挨过一次翻天覆地的颠覆，动手的人是爱因斯坦，被掀翻的是牛顿，而这场颠覆的核心恰恰就是对时间到底是什么。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300多年前，牛顿建起了经典力学，在他那套体系里，时间是整个宇宙绝对的背景板，它均匀的流，不受任何东西影响。宇宙里哪个角落发生的哪件事，都摆在这同一块时间背景上。牛顿说的斩钉截铁，时间均匀流动，和外界任何东西都没关系。管你在哪儿，管你跑多快，管你周围引力多强，时间就是时间，流速永远一个样。宇宙里所有的钟都严丝合缝的同步，这特别符合我们的直觉。我们从小就觉得1秒就是1秒，对谁都一样长。上海的1秒和伦敦的1秒一样，地面的1秒和山顶的1秒一样，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牛顿这套时间观统治了物理学快200年，直到1905年，一个才26岁，在瑞士专利局上班的小职员忙里偷闲发表了狭义相对论，一锤子把这口宇宙大钟给砸了个稀巴烂。那人当然就是爱因斯坦，他的核心前提就一句话：光速在任何参考系里都是恒定的，管你相对于光源是动是静，你量到的光速永远是每秒大约30万公里。这个数不会因为你的运动状态而变。可为了让光速恒定这件事成立，方程里就必须有别的东西能变，而那个被迫要变的东西就是时间。你以为推翻一个统治了物理学200年的理论，得靠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实验？不，爱因斯坦靠的是一个思想实验加一张纸上的推演。他问了个别人从没认真问过的问题：要是我骑在一束光上，会看见什么？就从这一个问题出发，一步一步推下去。他推出了那个结论：时间是可以弯的。在爱因斯坦的框架里，时间不再是宇宙的背景板，而是一个会跟着速度和引力变的量。速度越快，时间流得越慢；引力越强，时间流得越慢。这听着太反直觉了，简直荒唐。可10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实验数据，年复一年的证明它是对的。而且不光是证明，这玩意儿早就被拧进了实际工程里。你别觉得这是躺在论文里的假设，它是一个你每天都在亲手用的事实。你手机里的卫星导航，它靠的是一群绕着地球飞的卫星，目前在天上转的大概有30来颗，每颗上头都装着精度高得吓人的原子钟，不停地朝地面广播自己的时间和位置。你的手机同时收到至少4颗卫星的信号，靠算这些信号到达的时间差，就能精准地定出你在哪儿，误差能压到几米以内。听着挺简单吧？
可这系统有个天大的麻烦，卫星上的钟和地面的钟走得不一样快，而且这个差还挺固定，这就是相对论在里头捣乱了。有两股劲儿方向相反，同时在使，一股是狭义相对论，每颗导航卫星时速大约14000公里，按时间膨胀，动得快的钟走得慢，所以卫星上的钟每天比地面慢大约7微秒。另一股是广义相对论，卫星在离地面大约2万公里的高空，那儿引力比地面弱得多，而引力越弱，时间流得越快，所以卫星上的钟每天又比地面快大约45微秒。两股一叠加，最后的结果是卫星上的钟每天比地面快大约38微秒。38微秒听着小得可怜，可卫星定位恰恰是靠算信号跑了多久来定距离的，时间差和距离差换算起来特直接，1微秒的误差对应大约300米的位置偏差，38微秒一天换算成定位就是差不多11公里。也就是说，要是你不做任何相对论修正，你打开手机导航，1天之内那个小蓝点就能飘出去10几公里，1个礼拜就飘出70、80公里，彻底没法用。所以导航系统的工程师打设计那天起，就把相对论修正给算进去了。卫星上的原子钟出厂时就被预先调慢那么1丁点，精准补上这38微秒的差，保证天上的钟和地上的钟始终同步。这不是锦上添花的优化，这是导航能正常工作的硬性前提。工程师要是不信相对论，不做这个修正，导航当场就废。这大概是物理史上最优雅的一幕之一。1915年，爱因斯坦在黑板上推广义相对论，当时没人知道这套数学能拿来干嘛。60年后，工程师把它抄进了卫星的设计图。今天你手机屏上那个小蓝点，每挪一步，背后都站着相对论，替它校着位置。不过卫星才时速14000公里，时间差也就微秒级。要是速度不是14000，而是逼近光速呢，那差的就不是微秒了，是年，是几十年，是2个人的整个人生，差向了2条再也拧不回来的路。相对论里有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叫双生子杨谬，他把时间膨胀推到了极限，推出一个细思极恐的结论。想象一对双胞胎兄弟，哥哥坐上飞船，以逼近光速的速度朝30光年外的一颗星飞过去，再以同样的速度飞回来，弟弟留在地球上等他。要是飞船速度到了光速的 99.5%， 按相对论一算，时间膨胀的倍数大约是10倍。也就是说，从弟弟和地球的视角看，哥哥这一来一回花了大约60年。地球上60年过去，弟弟已经是个白发苍苍、走路直哆嗦的老头，说不定早把哥哥年轻时的模样忘了，甚至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可飞船里的哥哥呢，他自己经历的时间只有6年。他跨出舱门那一刻还是个30来岁，精力旺盛、皮肤紧致的中年人，后头还有大把人生等着他。而在港口等他的那个弟弟已经80多岁了，他俩是同一天出生的同卵双胞胎，基因一模一样，起点一模一样，可仅仅是速度就把他俩的时间彻底劈成了2半，推向了2条再也重合不了的人生。这不是科幻小说瞎编的桥段，这是相对论直接推出来的结论，一个逻辑漏洞都没有。物理学界为这个杨谬吵了100多年，每次吵到最后都用同样的方式得出同样的答案。这效应是真的，原则上是能发生的，现实里当然没法验证，因为我们造不出逼近光速的飞船。但在粒子物理的实验室里，类似的效应早就被反复证实了。有一种叫谬子的粒子，寿命短得可怜，正常情况下飞个几厘米就衰变没了，可一旦被加速器加到逼近光速，它能跑出远超预期的距离才衰变。正是因为它在高速里时间流得慢，寿命被硬生生拉长了。这不是算错了，这是时间膨胀在微观粒子身上真真切切地发生，
数据齐全。比这更极端的是黑洞，黑洞的引力强到连光都逃不出去。按广义相对论，引力越强的地方，时间流得越慢。在黑洞那个事件世界附近，引力强到离谱，时间慢到近乎停住。理论上，你要是能悬在事件世界边上，你觉得自己才待了1个钟头，可远处正常空间里的观察者已经等了成千上万年。你以为这只是物理教材里的假设？电影《星际穿越》里就有这么一幕，不少人看完说，那一刻愣是缓不过神来。主角库珀和队友降落在一颗紧贴黑洞的星球上，那儿引力极强，时间被压得死死的。他们在星球表面只待了3个小时，可等回到轨道上的飞船，那个留守的队友已经独自等了整整23年，头发白了，满脸皱纹。看见他们走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摆出个什么表情。而库珀下了飞船，跟出发时几乎没两样。这个设定不是编剧拍脑袋想的，背后是诺贝尔奖得主、理论物理学家基普·索恩照着广义相对论一点点严格推算出来的。3小时对23年不是为了赚你眼泪，是方程给出的答案。你还以为时间是宇宙里最稳、最靠得住的那样东西，它其实是所有物理量里最软、最容易被捏变形的一个。我们一直把时间当成那把丈量万物、绝对精准的尺子，结果发现这把尺子它自己就会热胀冷缩，速度能把它拉慢，引力能把它压扁，黑洞能把它几乎彻底冻住。时间根本不是那块一动不动的舞台，它是台上最没定性、最容易被推来搡去的那个演员。Please provide the text you would like me to format.The previous input was empty. 可就是这么个软的没原则，弯来弯去的时间却在一件事上固执地出奇。它只肯往一个方向走，你能让它变慢，能让它在黑洞边上几乎停住，可你从来没法让它倒回去。时间为什么只往前？为什么我们只能奔向未来，回不了过去？你可能觉得这是个傻问题，时间当然只往前啊。往后是啥意思？时光机不是只活在科幻里吗？可物理学家偏偏就对这个傻问题认真研究了很久，还得出一个特别出人意料的答案。物理学里几乎所有的基本方程都是时间对称的。啥叫时间对称？就是你把方程里那个时间参数从正的换成负的，方程照样成立。一颗行星绕着太阳转，你把时间倒过来放，它还是在跑一个完美的椭圆。2个粒子相撞，倒着放，依然完全说得通。电磁波怎么传，引力怎么使，量子粒子怎么动，几乎所有基本规律都一样。换句话说，从这些方程的眼里看，时间往前和往后是完全对等的，压根没有哪条基本定律规定时间必须往前，不许往后。可现实里，时间偏偏就只往一个方向走，而且走得斩钉截铁。摔碎的杯子不会自己拼回去，从烟盒里散出去的烟不会自己聚回来。鸡蛋碎了就是碎了，太阳落了就是落了。方程说时间对称，现实说时间单行，这个矛盾是物理学里一个极深的谜。主流的解释来自热力学第2定律，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熵增定律。熵是衡量一个系统有多乱的尺子。第2定律说，在一个孤立系统里，熵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系统只会越来越乱，不会自己变整齐。一个完整的杯子是有序的，熵低，摔碎之后碎片满地是混乱的。熵高，从低熵滑向高熵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符合概率。反过来，碎片自己聚拢复原成杯子，那概率低到几乎等于永远不会。所以时间的单向本质上就是熵增的单向，从过去到未来就是从有序滑向混乱的方向，这就是时间箭头的来处。它指着宇宙不可逆的一路滑向更乱的方向。物理学家霍金管这叫热力学时间箭头。他还点破了一件事，
你的记忆本身也是熵增的产物。大脑记录信息要耗能，这个过程会让宇宙别处的熵增加。你能记住过去，恰恰是因为记住这件事。顺着熵增的方向是允许的，而你永远记不住未来，因为那要求信息从未来倒流回过去，这不发生。时间的方向就是宇宙走向混乱的方向，而你的记忆是这个过程在你神经系统里踩下的一串脚印。但热力学时间箭头藏着一个没说出口的前提，时间本身得是真实存在的，而物理学家一旦较真去追这个前提，就一脚踩进了一个谁也没料到的坑。其实早在量子引力之前，相对论就已经动摇了时间的根基。相对论把空间和时间合并成了一个统一的四维时空，在这个框架里，过去、现在、未来在物理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物理学家给这个结论起了个名字，叫块宇宙，意思是整个宇宙是一块静止的四维积木，你的过去、此刻、未来都同等真实的嵌在里面。打个比方，它就像一整卷早就拍好的电影胶片，每一帧都已经实实在在地印在那条胶片上了。你之所以感觉到动，只是因为放映机正一帧一帧把光打在上面。你不是在经历一个正在展开的故事，你的整个一生在这块积木里早就完整地摆好了，你只是在一帧一帧地往后看，而那些还没看到的画面，其实老早就印好了。凭什么这么说？因为相对论证明了同时是相对的。对你来说，此刻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对别人来说，可能一件已成过去，根本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都成立的现在。过去、现在、未来只是时空里不同的坐标，就像空间里不同的地点一样，都没有哪个更特殊，没有哪个才配叫真正的现实。爱因斯坦在写给好友的信里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别只不过是一个特别顽固的幻觉。写完这封信没几个星期，爱因斯坦自己也走了。英国物理学家朱利安·巴伯认为，时间压根就没流动过，真正存在的只是无数个孤立的当下，每一个当下都是宇宙在某种配置下的一张完整快照。我们之所以觉得时间在流，是因为每一张照片里都留着关于别的照片的记忆痕迹，是这些痕迹在意识里造出了流动的错觉。时间本身一步都没走。如果块宇宙是真的，你这一生的每一刻都已经钉死在四维时空里，那么你此刻自以为正在做的每一个选择，其实早就写好了。你以为你在选，可你只是在沿着一条早就铺好的轨道往前走。自由意志在这个框架里成了一个找不到实体的幻觉。当然，这里有个巨大的反驳，来自量子力学。量子力学里有真正的随机，结果在被观测之前压根还没定。观测这个动作本身把模糊的叠加态拍成了一个确定的结果，这跟未来早已写好的块宇宙直接顶上了。没人知道答案在哪儿，而量子引力又给时间的存在提出了更狠的质疑。物理学家一直有个终极梦想，建一个量子引力理论描述宇宙，可两套理论的底层逻辑不兼容，硬凑到一块方程就出错。上世纪60年代，惠勒和德维特写出了一个描述整个宇宙量子态的方程。这方程一写出来，把所有人都整懵了，因为方程里居然没有时间这个变量。不是时间被近似掉了，而是这方程压根不需要时间，光凭那些别的量就已经把宇宙的全部物理状态描述完整了。你在里头找不到时间，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认这个方程，那么时间在最底层的物理里根本就是多余的。时间可能不是宇宙的基本成分，它也许只是一个涌现出来的现象。啥叫涌现？就是零件本身没那种性质，凑在一起性质就冒出来了。就像温度，单个分子没有温度，可一大群分子挤在一起就涌现出了温度。再想想体育场里的人浪，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在横着移动，
可一道波却真真切切地绕着整个场子跑了一圈。时间很可能就是这么一道从无数静止量子状态里涌现出来的虚影。意大利物理学家卡罗罗韦利说的直白，在宇宙最根本的层面上，那个我们熟悉的哗哗流淌的时间压根儿就不存在。宇宙在最底层是一张没有时间的量子状态网，没有先后，没有流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当足够多复杂的量子系统相互作用，才涌现出了我们感觉到的时间。说得再白一点，时间只是我们这些有意识的家伙顺手发明的一个概念，是我们用来理解变化和先后，方便自己理解处境的工具。而宇宙本身对时间这回事可能毫无感觉。宇宙不在时间里流，宇宙就是那张静止的网，是我们在网里爬，还把这爬行的感觉叫做时间在流逝。把这一路捋一遍，你会有种奇怪的眩晕感。你的主观时间是大脑拿信息密度和多巴胺给你现搭出来的一个感知模型，跟外头真实的流速没有固定的对应，它会随着化学物质、新鲜感、年纪一直在变，而你几乎全程无知无觉。你以为最珍贵的那些记忆，可能有接近40%是错的，或者被大改过的。每一次回忆都是一次再创作，大脑一边填空，一边悄悄改写历史，而你还对它深信不疑，咬定那就是真事。物理层面上，那个客观的时间能被速度拉慢，被引力压扁。2个同岁的双胞胎能仅因为一个人坐过快船就差出几十岁。而追到最前沿，时间甚至可能压根不是宇宙的基本要素，只是复杂系统涌现出来的一种现象，是我们这些内部观察者为了看懂世界而造出来的一个框架。宇宙本身对此一无所知。走到这一步，你可能会冒出一个特别虚的问题：那我活过的这些年，那些喜悦，那些痛苦，那些我以为刻骨铭心的瞬间，到底算什么？如果时间是幻觉，如果记忆是重建，如果宇宙压根不认识时间这个词，那我们经历的这一切还算不算真的？这个问题，物理和哲学到今天都给不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我倒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恰好在提醒我们一件特别实在的事：既然你的主观时间是这么依赖新鲜感和信息密度，那就说明它是你能主动去干预的，而且干预的办法没你想的那么难，也根本不用你做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神经科学发现，能让主观时间慢下来的，不是无所事事的发呆，也不是特意躺平放松，而是主动去撞陌生，去遇见那些你大脑没处理过的信息，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转转，哪怕只是把每天上下班的路换一条走，逼你的大脑重新看一眼，去学一样你没学过的东西，哪怕只是照着做一道从没做过的菜，让你的注意力钻进一个全新的情境，去认识一个跟你背景很不一样的人，认真听他讲讲他眼里的世界，哪怕什么都不做，就在今天带着一点点注意力去感受一件你平时完全忽略的小细节。今天天空是什么颜色？今天街上飘着什么味儿？今天这顿饭到底是什么滋味？认真去尝。这些事会让你的大脑重新开始认真记录，让存档点重新变多，让你事后回想起来，觉得这段日子过得又满，又有分量，又长，又厚。那些你认真填满过的日子，事后在记忆里都会比那些空白溜走的年份更重、更久、更难忘。它们像一颗颗你能一粒一粒数出来的珠子，攥在手里摸得到，而那些空白的年份在记忆里就像一捧从指缝里漏走的细沙，你越想抓，漏得越快，到最后什么都没留下。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这个东西比你原先想的要怪得多？大脑在骗你，记忆在骗你，连物理定律都没能给时间安排一个踏实的位置。可也正因为这样，你才有了主动出手的机会，去让你的日子在记忆里显得长一点、重一点。下次你再一机灵，觉得这一年怎么又没了，
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我大脑的存档点太少了？是时候去撞点新东西了。至于那个更大的问题，时间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物理学家还在吵，哲学家也还在吵。也许你我这辈子都等不到一个板上钉钉的答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感受时间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那就去改变它。好，这期就聊到这儿。要是你觉得还有点意思，顺手点个赞，订阅一下，以后有新东西你才找得着。你的支持是我一直做下去最实在的动力。感谢各位，咱们下期见。